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武汉400万人哪里去了？这是一个跟疫情有关的题目啊，那么我还是要关心啊，因为我今天看的一个资料，看的什么资料呢？就是武汉5月底做了一个全市全民的这个核酸检测。那么核酸检测的情况是这样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啊，同济医学院大家都很熟悉啊，在疫情期间，这个医学院很重要啊。那么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卢祖群啊，他说是从5月14号到6月1号这半个月的期间，武汉市核酸检测9899828人啊，那么9899828没有发现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300，然后跟踪密切接触者1174，核酸检测全部为阴性，也没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其他的人。那么整个的这一次核酸检测9亿啊，政府全掏啊，一个这样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引起了我的关心啊，这个关心是我印象中湖北武汉是一个大城市，非常大的城市，常住人口应该是1000多万，他这里检测了989万啊，就是990万，大数是990万啊。那么这个大数我就有点奇怪，我就查了一下资料。2020年3月29号发布的2019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1121万人啊，那么1121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3万人。那么其中常住人口是城镇常住人口是902万人，那么占80%，也城市化的比率有80%啊。那么统计年鉴显示啊，2019年在全国30个省的流动人口排名当中啊，武汉排第15位，它的常住人口是多少呢？287万。那么也就是说，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总共是1400万，1408万。这个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就是大武汉1400万人口的这个数据是吻合的啊。那么如果把这个2个数字相减，就是核酸检测全市核酸检测只有990万人，那么减少了多少？少了418万，就是比1408万的人口少了418万人，占原来人口的29.7%，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就是一个城市原来是1000多万1400万人，突然变成了一个不到1000万，只有990万啊！那么这个城市一下少了多少？这一下少了很多人啊，少了1/3的人，少了1/3。现在武汉的情况是什么？地铁就不挤了，你少了1/3的人还挤吗？地铁不挤了，吃饭也不排队了，然后那个交通也不经常堵了。那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看一下疫情之前是怎么回事。1月10号到1月22号。这期间是个春运啊，那么1月26号，这个当时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开记者会，他说是这样的情况，在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前，武汉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那么还有900万留在武汉，就离开了500万，留下了900万，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大概是这些人去了哪里呢？从1月10号到1月22号，就是武汉封城之前，每天
从武汉出发的人群当中，有6到7成去了湖北省内的其他城市，6到7成，也就是说60%、70%去了其他城市，然后还有30%到40%去了什么呢？去了河南、湖南、安徽、重庆、江苏这5个地方那么就当我这里讲的当然是坐火车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去干什么？过年春运那么航班管家统计，从12月30号到1月22号，武汉航班国内出发、国际出发、港澳出发，它的排名前10个城市是北京，这些是出去旅游的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是这个返乡过年的了那么这个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海口、昆明、厦门、深圳、三亚、南宁，大家可以看这些人口应该都是去旅游的去旅游的。从这个航班座位的统计来看，武汉封城之前的20天，最多有6万人从武汉飞到了北京，有5万多人飞到了上海、广州和成都，飞到北京的最多有6万人6万人。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封城之前离开了500万，那么现在回来了应该是不到100万，因为你现在没有了，少了418万，少了418万，也就是说回来了不到100万人。那么这400万人去哪里了？你看一下哈，这500万人大部分是回家过年，回老家过年，要么就是出去旅行。这些人是在武汉是有家的他只是暂时出去一下，他应该还是要回来的那么为什么武汉少了400万人？这个很奇怪那么有一个群体，我刚才讲的有一个群体，他可能是不回来的什么群体？就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不回来，我们满打满算流动人口287万，这个287万的流动人口，我们就算刨掉这287万，那么你418万刨掉287万，还有100多万人去哪里了那么他不回家吗？而且287万这流动人口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其实在武汉应该是有家的，只是他没有在这里办身份但他可能在这里已经有房子。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就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就算这287万这流动人口不回来了，那么还有100多万人去哪里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就是疫情疫情按照统计数据，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整个武汉死了不到2000多人，2000人。从领骨灰盒的情况来看，那肯定是10倍不止以我的判断来看，武汉应该有100万剂的感染，10万剂的死亡但是如果就算这么加上去，那也不可能有100万之数。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至少有100万人去向不明。整个武汉市1400万人口当中现在已经损失了400万人口400万人口当中，那么我们就算刨掉270万287万，也有100多万人不知所终，这个政府也没有交代真没有交代。武汉是个英雄的城市武昌起义发生在武汉，那么中国的现代史那么从武汉开始那么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发生在中国，也就从武汉肇始叫武汉肇始。但是这个城市今年真是
非常磨难啊。上半年是疫情，下半年是水灾，现在泡在水里，那么非常可怜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局面。今天的新闻就很多很碎，但是我会把它一个个讲一下这是一块啊。那么刚才有网友说有100万学生，这100万学生就是那个287万里的流动人口啊。好，我们讲讲上海啊，全国正在发生水灾啊，那大半个城市，大半个中国都泡在水里。那么李克强出去视察贵州啊，一个发生过泥石流的地方，但是贵州没有水灾啊。中国的领导人完美的避过了全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水灾。那么在上海呢就没有大水灾，水还没到上海，但是呢，上海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中国最高建筑物啊，世界第2大建筑物上海中心大厦漏水，从60楼漏到9楼，壮观嘛？这个里面的写字楼就像瀑布一样啊。那么上海中心大厦说6号凌晨，上海中心大厦发生设备故障，造成这个水箱溢水，有部分楼层漏水。这个故障设备在50楼啊，故障在50楼啊。那么他也没有讲具体情况，有淹了多少层，影响有多大没有啊。那么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就是上海中心的这个办公楼变成水帘洞的这个情况啊。那么物业中心的这个负责人也说说这个故障跟那个下大雨没关系啊，下场大雨就会故障，这次真的是。那么故障跟天象没有关系啊。上海中心是世界上第2高的高楼啊，那么中国第1高的高楼，建筑面积是43万平方米，那么建筑主体128层。2008年11月29号，主体奠基开工啊，然后2016年3月15号，那么完工，那么建了7年半啊，2007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为上海大厦审定设计方案，这又是亲自这个部署，亲自实施啊，审定。然后开发商是谁呢？开发商是有个叫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公司啊，这是个项目公司。股东是谁呢？上海城建啊，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啊，陆家嘴金融区贸易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都属于城投公司啊。然后就是建工集团只有 4%， 主要是这2家城投，上海2家城投的这个项目，然后就把这个大厦卖掉，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儿。上海中心就没有给习近平长脸啊，大家都淹水，他搞个水帘洞啊，这个丢脸丢大了。我就真的很少听说这个商业中心还会漏水，从60楼漏到9楼。上海是什么？上海基本上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然后由上海的2家城投是什么？城投是当地最大的国企啊，或者叫融资平台盖的这个上海的中国第1大的高楼啊，漏水啊，这豆腐渣工程，这非常有象征意义啊，非常有象征意义。这个习近平亲自审定的这个设计方案，结果搞出这样的东西来啊。这是第2条新闻。第3条新闻，我们今天很多新闻啊，我跟大家，因为是新闻很细碎碎片，所以我把它总在一起啊。今天开始高考啊，
那么7月7号，1071万应届毕业生赶赴考场，迎接人生大考。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高考啊。那么全国有7000个考点，考场40万个啊。那么监考人员有94万5千人，非常厉害，94万5千人这个监考。然后这个各地提前14天对考生和考务人员进行身体状况监测，这都是屁话，我不相信的啊！这个一说这种情况大家都不要相信，这是鬼话来的。为什么？你想一下，对1000多万人的这个监测，那一定是充满了滥竽充数和假冒伪劣的情况啊！这在中国这发生这种事情一定是正常的啊！但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啊！这个7月7号中午12点，贵州安顺一辆公交车公共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直接左转弯，视频看得很清楚，本来是正常行驶，高速行驶，突然左转弯，直接冲过这个护栏，冲到哪里？冲到水库里面去了然后到这个直接掉到什么？掉到红珊瑚中红珊瑚中，然后就有很多视频，我都看了一下。到中午掉下去，到下午5点，中间有5个小时，死了21个人，伤了15个人，其中有这个参加高考的考生这是发生在，就是你看到很多视频。其实第一，我觉得救援是非常烂非常烂，基本上我相信活着的都是自己爬出来的，没有救援这回事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然后第三个，我在这个今天有推特有网友在推特上说关于这个投行的事情投行的事情我讲一下关于投行的事情，大家有个概念。中国投行最旺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2016年。2016年投行旺到什么地步当年投行一年的融资的数量投行完成的交易的数量是15969件这是最顶峰的时候。那么15000，你大数就是16000到了去年跌到了多少？16000，从16000每年都在跌，从16000开始持续下跌，跌到去年跌剩了4230件，你从16000跌到4230件，就跌掉了3/4，大概是那么今年一季度是什么情况？今年一季度去年一季度我就先说今年的数据吧。今年一季度融资的件数是614件614件。那么这个是等一下。614件。那么融资金额是1373亿元。那么件数呢？融资的数量呢下跌了多少？40%。融资金额下跌15%。那么去年一季度是1000件，今年是多少？614件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数。那么从这个大概现在中国的这个创投行业是个什么情况我们讲2018年中国进入了寒冬
到2019年中国创投进入了严寒18年是寒冬，19年是严寒，2020年是什么？2020年叫极寒为什么叫极寒？就像极地一样寒冷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今年只发生了2单就是金额比较大的，一个就叫贝壳找房网第1轮融资24亿美元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未来汽车战略融资145亿人民币两起加在一起占多少？大概达到313亿人民币，占今年1季度的总融资额的将近20%。如果刨掉这2件大的，那基本上那就金额就很少了，就非常少，影响是非常大为什么创投行业会变成这个样子？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你随着经济的持续的回落，你原来很多项目你在做的时候经济还不错，还可以，有的项目是2018年做的，有的项目2017年做的，有的项目2019年做的，特别是2018年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经济状况还是很好的，他搞了第1轮第2轮第3轮，发现经济情况不对了，那个原来的商业模式已经不成立了，商业模式的那个数据已经不对了，那你就没办法融到资。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中国有多少家创投公司？中国有10万家创投公司，这10万家创投公司就2019年到2019年年底，中国有10万家创投公司，这10万家创投公司现在面临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相信大部分都要倒闭大部分都要倒闭，这是一头，就是经济的下滑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大量的商业模式不成立这是经济规律造成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资的创投公司，大家知道创投这件事情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美国中国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有规模的互联网的企业全是美国的基金投资的，没有一家不是基本上全部都是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创投基金支持了中国整个的创新投这个产业的从起步到发展到壮大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实际上从去年开始，美国的创投基金已经开始撤离中国市场，为什么？创投公司是比任何一家公司都更重视风险，所以它叫风险投资，它就是面对风险，但是它最了解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什么都会没有创投公司很多人对创投公司有误解，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创投公司不在乎风险，不是的，创投公司就是跟风险跳舞那么去年开始，其实美国的创投公司已经不再增加中国的资金的了，其实钱就再不往那头跑了。为什么？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的这一块市场有问题了，所有的创投公司它都有个退出机制，它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就上市，它必须通过上市来退出，否则你投进去以后你拿不出来，没有用你这个市值变成再大都没有用，你最终要上市然后套现，它的循环是一个这样的循环培育先培育，然后成长完了以后就上市呢我就退出了，我就掏一大笔钱。你比如说我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1比100，就是投1万块钱变成100万，投100万变成1个亿，大概是一个这个我就投了100万就变成1个亿，1个亿拿出来我再投10个项目，它就形成一个循环，我可以持续的做下去。那么去年开始，美国的这些基金呢已经开始不增加投资了，但是它项目还在做，
做哪2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就是做继续之前，比如说 A 轮投了，它 B 轮还往下走啊，这个不会停下来，它继续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资金基本上在国内拿，就是本地滚动还继续进行，但是从美国往这边再不往这边挪，再不挪钱了，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是不是从里面再往外挪钱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大家要知道，美国、中国的创投市场资金来源有2头，外资就是美国啊，所有的外资都来自90%以上都来自美国啊，美国的资金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叫母基金啊，母基金是什么？母基金是中国政府投资的基金，叫母基金，它不负责投资，它就成立一家公司啊，比如说深圳创新投，深圳创新投基本上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这个母基金啊，深圳创新投他自己是母基金，他自己也做风险投资，但是大部分的母基金是不做自己投资的。他是什么呢？他把钱交给基金公司。你比如说我是现在已经做到什么地步？区政府都有母基金啊，美国区政府都有自己，比如说深圳南山区啊，大家都知道南山区啊，南山区政府成立一个母基金啊，这母基金比如说1年1000个亿，原来很有钱。深圳的区域级的政府成立1000亿的母基金啊，这母基金我这拿50亿啊，我准备干什么呢？我准备做这个人工智能啊，50亿找一家基金公司，你们这里50亿你来申请吧啊，我来申请，这个基金公司去申请这50亿的基金，50亿好拿出来，好申请成，好可以同意你来做。那你呢？我呢？这50亿呢，只占项目的30%，70%呢你得另外再找钱。它就是这样，通过这个方法。那么这50亿会变成多少呢？你除以0.3啊，会变成100多亿。但是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必须公司搬到南山区来啊，你必须在南山区注册，尽量的在南山区这个运营，但是不运营也没关系，这中间作假就多了去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哈，中国的创新资金来源来自于2个地方，一头是什么？一头是外资，外资主要是美国。一头是什么？一头是这个政府的母基金，母基金它不做投资，它把钱交给基金公司去投资，基金公司再去拉钱。有政府的母基金，母基金它的那个条件非常优惠，它基本上不求回报。什么叫不求回报？这个公司呢，基金公司，我给你管理费50亿的资金，你申请了到位了之后，1年5个点多少？500万，50亿5个点25万啊，25万250万1年啊，多好，就收管理费，然后你去投资总额再收钱。然后赚了钱怎么办？赚了钱我就拿来奖励这些基金，我分钱都不要，就是这样。就算上市退出的钱我也不要，政府都不要，这母基金都不要这钱，都拿来奖励。所以母基金是一个大什么？大肥肉。这个大肥肉归谁呢？当然归领导了。领导今天告诉我，来，你投这个，你投那个，那些母基金就跟那些拿着母基金的钱的基金公司说投这个。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你看到的公司是因为它优秀它跑出来了，并不是的。同一个 idea， 全中国可能有1万份商业计划书在投资人面前，同一个 idea。
为什么？这个是天底下太阳底下无心事，你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那为什么这个项目就拿到了$1亿，然后就开始起步跑起来了呢？这背后有各种关系，有领导的关系，有投资有基金经理的关系，有基金老板的关系，有基金老板朋友的关系。你看，就像看到瑞信的那个老板，他不就是因为认识基金经理，他们中间有一些操作，不就跑出来了吗？在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拿到钱比你这个计划本身完善更重要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来到了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美国人不往里面再投新钱了啊，这一块的钱是没有的了，想都不要想了。这块母基金是什么情况？2018年开始，财政部出了一个通知，2019年开始要规范母基金管理。那实际上不用规范，现在都不用规范，因为所有的母基金全部都没钱。地方政府发工资的有困难，还买母基金呢，没有了。所以母基金这块没有了。所以你想，创新投这个市场，两个主要的资金来源，一个是外资，就是美国，一个是政府，这两头资金咔嚓断掉，剩下那个民营企业老板今年赚了100个亿，哎，我们拿2个亿出来搞这个创投吧。这种情况有很多，挺多的，数量非常多，但是资金量很少。他们都是拿点小钱，什么格力呀，什么的拿点小钱，美的呀，他们都拿点小钱出来投啊。他跟那个联想不同，联想是一大块在投啊。那有些实业就开始拿这些投，他通常他们也不懂，其实他们也不懂，他们只不过说是跟投。深圳创新投，你在投这项目，我也跟着投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现在的情况，中国现在的创投行业极寒，这个行业已经怎么说呢？活不下去了。10万企业能活下一半，我算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我估计也就是1、2万家企业能活下来啊。好吧。我们今天呢就有总结一下，今天有几个主题。一个主题，武汉有400万人，少了400万人，原来是1400万人，现在剩下了990万人。那么其中的418万人去哪里了？那么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是287万流动人口不在了啊，没来啊，这是一个。但是如果刨掉这218万，还有100多万人哪里去了？这个是个疑问啊，当地政府也没有交代啊，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上海中心大厦这个漏水啊，从60楼漏到9楼啊，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啊，那么是习近平亲自审定的一个设计方案。高考开始。这个叫什么高考开始，1000万考生去考场，然后这个贵州安顺有一辆公交车冲到湖里去啊，死了21个人，其中就有一些考生啊。然后就是一个创投行业现在是极寒，没有钱了，生意也没办法维持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啊。这里再强调一下，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那么最近平台疯狂吸粉。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谢谢，明谢一下。归人111，谢谢打卡英国
Sophie 蒙，谢谢。郭喷塞，谢谢。有灾时，所有高官就隐形，只会搞权力斗争，从不过问人民生死。这非常反映它的属性，就是这个政党的属性。Leo 刘，谢谢。Aziza， 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好友 Vicky 曹，请看录播的网友尽量把广告看完，节目会有一些好收益来回敬王先生，谢谢，谢谢姥姥王。鱼子之子，谢谢。龙山扛把子，谢谢。打卡绵羊，请问一下王老师，美股因为放水而上涨，随着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会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吗？抱歉，我没看股市，所以我没办法，评价。而且在美国，如果你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要做这方面的顾问工作，你需要考牌，所以我不可以讲，好吗 ？Vivian Z， 谢谢。观点可能是统计的问题。我们在武汉常住人口内，户口和房子有在武汉，但多数时间不在武汉。是的，会有统计上的差额啊，这一定是会有的啊，但是差不出100万来。如果差出100万人，那统计数据就没有意义了啊。观点：武汉出了那么大的事情，有点钱的、清楚情况的、能跑路的就跑路了。武汉的房价跌那么狠，就是砸盘砸下来的。有道理。观点：目光再次投向武肺死亡数据，当时很多地方的殡葬人员支援武汉，后来领骨灰排大队，很说明情况。美国死亡人数那么多，没听说哪个地方需要殡葬前往支援的。美国死了13万人，中国死了10万，这个数字才合理。我印象中美国支援的只有一个纽约是有其他的志愿人员去志愿的这个医护人员去纽约啊，应该是有3000人啊，3000人，然后就没有了，就没有听说，再也没有听说其他地方有人去支援的了啊。观点：王舍谈到这个武汉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少了些，按照医护比来看，病人数一定是有问题的。医护比是指医生、护士相对于照顾病人的比例数字。一般医院、三甲医院在1:2到3之间。武汉有近5万名医护人员，不会全部投入疫情，估计30%投入救援。全国驰援近4万多医护人员，大家就能算出个数来了。那就不止了啊，那就不止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如果现在来看武汉，往回看武汉的情况，第一个情况，武汉当时当它社区爆发之后，实际上武汉封城1周之内，武汉整个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了。整个医疗系统崩溃的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大量的感染病人没办法去医院就诊，因为医院已经拒诊，已经拒绝病人，病人没办法去医院就诊。而且武汉还有一个非常缺德的行为，公交车所有的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公交一停运的话，其实很多病人没办法到达医院，他已经生病了，他怎么到达医院？又没有公交车那个时候还限行交通限行，所以其实大量的病人是在家里，这是一头，这是没办法统计的数据啊。我为什么说大概武汉有100万的这个感染病数的情况的原因，就是你按照这个城市人口来看，大体上这个数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刚才这位网友说这个三甲医院1:2到3，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来看，肯定不止这个数。就是说，你看那些医院已经满到我估计这个
反正就已经肯定是超过这个数了啊，就所以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就是那些方舟医院啊，方舟医院其实也容纳了很多病人啊，容纳很多病人，所以这些数据全部拼在一起，你才可以大体上看到一个武汉当时的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其实就是政府完全完蛋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情况。有一位武汉护理师叫文慧，就以武汉口音拍片，透露感染数是8万，这是当时封城初期的数据，不计后来几周陆续感染，也不计是否无症状确诊。武汉肺炎如果一开始有8万的话，那肯定过百万啊！武汉肺炎爆发到封城1周内，中国还没来得及反应控制太多舆情，当时颇多音像资料流出，也很颇具参考资料。是的，情况本人在官媒工作，近期上级下发的宣传提示很多。今天收到3条：第一，关于海参崴舆情是要严格把关，维护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局。2，贵州公交车堕湖事件一律根据权威信息报道，不与高考相关联。3，关于北京新发地垃圾清运处理导致部分商户利益受损，一事不许报道。情况，贵州公交车的悲剧也是个人对社会的报复，但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社会的戾气很大，这个戾气也是中国社会不公造成的，所以身在中国的人还是应该摆正心态，努力活下去，直到希望的到来。情况，水灾是人祸，因为我在2线的新建小区几乎没有排水沟，下2小时的暴雨就会淹到膝盖，弯弯都傻了。淹成这样，在台湾排除1天下到500毫米以上才有可能。情况，今天在重庆的同学去钱江开庭，发小视频说开车像划船，重庆开始淹水，到现在也有小半个月还没有退，不是受灾本地，即使是同一个城市也很难想象灾难有多重，现在完全无法报道实况的媒体，美化灾难的媒体大概会造成很多普通人同理心的缺失吧。有种以后普通人真的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就只能靠自己血后扛了。现在中国的媒体已经不报任何负面消息啊，就算是灾难，他也从搞个航拍，哇，很漂亮啊，都干这种事情去了啊。观点，正是千疮百孔，其实民间的力量真的也很重要。当年台湾开始搞垃圾分类时，是宗教团体在街上游说，成立志工队，还有回收站、旧衣回收站，还进行资源统筹。其实民主不是制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恢复民间组织力量，让很多事情民间组织可以补足政府的缺失，实际上比专制体制更有效率。那当然，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一个人啊，我们有血有肉有骨骼啊，那么你一个人有骨骼有血有肉，你才能够进行各种动作。政府就像骨骼啊，你骨骼再大，你没有血肉是不行啊，一样的道理啊。那么全世界的国家都是有很多我们叫组织，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跟政府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啊，人们就在社会组织当中啊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但是中共不是，中共和清政府是一样的做法，就是把老百姓全部打散，不能有组织。在中国只有一个组织，就是中共的党组织，除了这个党组织以外，就是政府机关。除了此以外，没有其他的组织。他为什么？他怕其他的组织，怕人民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就会反抗，就有力量。所以中共现在还停留在18世纪的这个封建王朝时代的那种这个治乱思维上啊，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个现代国家的概念。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进入现代国家的概念。所以我一直在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特征不明显，当然有很多层次的问题啊，有国家机构的问题、结构的问题、权力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组织没有，不是缺失，是没有，完全没有社会组织。什么共青团、妇联，那不是社会组织，那政府机关，那根本就是政府机关啊。观点：上海人以后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台湾走走，垃圾分类真的有很多宗教团体在做啊。OK， 知道了。提问：坐标魔都，听王老师的，最近换了2万多美钞，放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但朋友跟我说，你怎么保证中国银行给你美钞是不是是不是伪钞呢？因为一直有传言 CCP 在做美元假钞，还有人在微信群讨论此事，直接封群。我想 CCP 做坏事没有底线，不觉细思极恐。王老师觉得我这是杞人忧天吗？难道换美元也得去海外换？哪是这样？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啊，我再讲一次啊。一个货币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啊。一个国家的主权有很多，领土啊，这个人民啊，还有货币。货币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主权的象征啊。如果一个国家去伪造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意味着什么？就是你侵犯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我们且不说经济层面的问题，这是个非常有组织的犯罪。为什么？任何的伪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犯罪行为。那么另外一个国家针对这个国家进行伪钞活动，那肯定是一场什么？肯定是战争行为啊！这是一个战争行为，那是要打仗的啊。那么你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做这个动作呢？我觉得没有可能啊，你脑子进水了都不可能啊！你别忘了，美国人不是傻瓜，他聋子瞎子，他不知道的嘛。他那些情报机构是拿来干什么的？我不相信在中国会发生有组织的这个伪钞，这个伪造美钞的这个行为，我不相信。中国有没有伪钞？有。包括美钞也好，包括人民币也好，都有伪钞啊！这全世界都会有中国也有伪钞。那这在中国印制美钞也是犯罪行为啊！在任何一个国家印制任何货币的伪造货币都是犯罪行为，不仅仅是本国货币啊。那么在中国，你说政府在做这件事情，我不大相信。那如果被美国知道了，那肯定。那后果不是一般的后果，那真是，所以我不大相信做这种事情。情况，中国会有一些什么协会，不过是捞钱的耙子，没什么用的组，那不是社会组织，那只是个主要是骗子啊，那是骗子。观点：前几天听了走出自己牢笼的那一期，想起4岁的儿子在听《西游记》音频故事。突然意识到，《西游记》不论以音频、视频、绘本还是文字小说形式，都不适合一个小儿童收听观看，至少也要等到一定思辨能力的中学生才可以阅读。理由：1. 暴力成分；2. 主角孙悟空有许多行为方式与当今平等法治观念相矛盾比如去龙宫说借金箍棒，其实就是强抢。孙悟空觉得自己厉害，要去天宫做官，粗浅想法，请老师批评。如果你是想给孩子，我觉得如果你孩子4岁，尽量给他看绘本为什么？看电视听音频这是只需要接收
他不需要做动作，他只要接收就好了。但是阅读不是啊，阅读我觉得如果你儿子已经4岁了，你一定要培养他的阅读习惯。阅读比观看和收听更有个人的参与啊，个人最重要。其实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调动你的孩子参与，主动去参与这件事情。所以我建议你，尽量不要用音频和视频的模式，甚至不要用这个电脑的模式，尽量的用文本的模式。文本的模式就是，而且我觉得你不要买这些国产的这些绘本。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全世界最优秀的世界各地的绘本，你看一下，全世界为孩子准备了多少优秀的作品。中国没有，中国那都是垃圾。中国的绘本有很少数，有一些台湾的优质的产品，国内也非常少，也有优质产品，但不是没有啊，也有，但是非常少。大量的是海外，美国啊、英国啊，特别是美国。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有孩子，让他看绘本，养成阅读习惯，养成阅读习惯，受用终身。你的孩子的主要的优势可能来自这里啊，好吗？观点：马云只是江泽民的长孙江志成控制下的傀儡代言人。江志成是香港设立博裕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是阿里巴巴的大股东。海外关于这种故事呢就很多啊，各种故事有很完整的版本啊。我这里我不讨论这种版本，为什么？因为无法确定啊，所以我不讨论这种议题啊，因为你要讲这种议题实在是太多了啊，可以讲很多，我每期都讲你1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讨论一些没有办法证实的议题呢，是可以吸引眼球，大家也爱听啊，很有故事性，但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是真假啊。如果你不知道真假的事情拿来讲，这不合我的专业，所以我通常不讨论这些啊。观点：武汉数据不合逻辑的地方太多，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知道真相。我觉得我们就不断的探索嘛，你有一点东西我们就拿来探索一下嘛，所以总会慢慢的拼出来。就像他说武汉只死了两三千人，然后结果殡仪馆领骨灰你领成什么样，大家知道那就是谎言，这就是这么来的，所有的数据都这么来，好吗？情况：1984年，北京长城饭店建成不久，中国第一座全玻璃幕墙的大型建筑。稍后，美国总统里根访华，计划在长城饭店举行对中国领导人的答谢宴会。大约在宴会1周前，长城饭店大宴会厅也是漏水，宴会厅基本上泡。北京市紧急维修，才保证了里根答谢宴的如期举行。那就是豆腐渣工程嘛，豆腐渣工程。情况：美国有图书库，小学有100本书是小学生必读，同理，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都有100本必读物。其实你看一下哈，我观察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纠正我。我观察呢，就是美国的教育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就是阅读。美国小孩子的阅读量比中国大不止10倍，我估计100倍都有。他大量的书籍，阅读书籍，而且他是训练他什么？快读。他不要求精读，他要求你快速阅读。我后来理解呢，什么呢？后来理解你就发现，中国的学生本科跑到美国去念本科，中国的本科呢非常吃力。为什么？
中国的基础教育对学生的阅读训练很少，所以你发现在美国一个科目推荐的那个参考书这么厚一摞，每节课都有这么厚一摞参考书，你要看完。所以美国的大学生在干什么？美国的大学生走路都在看书，原因是因为他看不完的书。但是他怎么看完这些书的呢？前提就是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阅读，一直快速阅读。所以由于这种快速阅读的训练，他在大学他才能那么阅读那么大量的参考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快速阅读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什么叫什么填鸭式？填鸭式就是我讲你听。但是美国，你看美国就是我女儿的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就是我太太经常很惊讶，我女儿经常走过来，哎，这棵树有什么什么什么，从头到尾跟她讲一遍，没有人告诉过她，她自己看书看的。都是他自己看书看的。那他最近迷上哈利波特，那每天我跟他散步，他就跟我讲哈利波特，当当当当当当当，他就自己跟着他的兴趣跑。今天他对哈利波特感兴趣，他到处找那哈利波特有关的信息。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做学问了啊！这就有点像做学问。所以中国的孩子为什么刚开始很强？为什么？你填鸭嘛，有针对性的往知识点装进去嘛，我就帮你把要点抓出来，然后你装进去嘛，你考试当然很厉害啊。但是时间长了，一跑的时间长了，你想一下，我女儿大概300本绘本吧，得有吧？她还不会念数，她还不认字的时候，她就有100多本绘本装脑子里了。然后就她可以凭形象、凭形状，他都不认字，他形状认出读出那个书名来。那你想一下，这孩子里面装了这么多，所以我很喜欢看他画画，他会画很多种故事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装了300本绘本，你想一下，他就有这个东西。所以我非常建议什么呢？哎呦，我今天是不是讲跑远了？我非常建议有孩子的父母从小培养小孩阅读绘本的这种习惯，从阅读绘本看文字养成阅读习惯，然后对他以后读大学就有非常大的帮助啊！这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观点，王老师说的对，美国小孩子去图书馆看书并玩耍的时间很多，而且是常态。是的，观点同意，在美国大学读过哲学，实在跟不上那个阅读量。回想在国内的时候，一学期也就学几篇课文里面的文章。情况，北京地铁读书的真的太少，我是异类。观点，绘本国内做不了的，上面的资源被权贵国有出版社霸占，文化艺术这块他们怎么烂怎么来，民间的私营出版社生存很艰难，一张图给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是高的。中国的绘本基本上是国外直接拿过来的，可以这么说，一生下来就说中文，这一辈子就输了一半，也是啊，反正就是我看见还有一个，澳洲也是有阅读习惯养成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孩子图书馆借书，不断的增加数量，在小学3-4年级阅读量已经不得了。我在小学做阅读 helper， 孩子的阅读量有的时候让我惊讶，非常的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里的图书馆一次可以借10本书，10本书，一次可以借10本书。我就看他拿一堆书回来，没2下看完了又借啊，所以他们的阅读量真的是很大。所以中国的孩子其实你说他从小开始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真的是以后的那个影响。他阅读他不仅仅是看故事，它里面有什么天文地理、人文环境、政治历史啊，这个价值观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你可以去图书馆，可以去看一下，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
真的拿了大量的资源为小孩子准备这些教育的东西，而且还挣钱，还不贵。你说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啊。它又多，数量又多，然后呢，这个还挣钱。出版社能不挣钱吗？又挣钱，数量又非常大，又非常的优秀啊。所以观点我很赞成，阅读是一生的财富。从身边西方教育下成长的朋友、同事看到的，这是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断学习的基本技能情况。观点：快速阅读是一种能力，不是囫囵吞枣。大部分在国内受的基础教育的人都没有，包括我。是的，OK， 好。我是不是点着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现在大家都在发言。观点：在中国的学校里，很多时候想读不能读。我还记得高中班主任在自修课撕了一个女同学的读者，还经常有很多同学的课外书被没收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的教育对人性，那是对人性的一种戕害啊。就是说，你看，你去图书馆。我从来没帮我女儿借过书，都她自己去拿了以后回来看看完以后再去拿，她就跟着她兴趣走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吗？你说呢？观点：在中国学校里很多观点，在 CCP 治下的中国，怎么可能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呢？大量的阅读必将让人慢慢学会思考，大家都学会了独立思考，就没有洗脑的可能。观点：确实中国人都在玩手机，国人的价值观都是畸形的，浮躁扭曲，都是不愿意把钱花在文化上。怎么做绘本本身整个生态就不好，不尊重版权，版权是个大问题啊。好吧，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谢谢大家。我明谢一下 King Tim Lee， 谢谢，非常感谢 TT， 谢谢。上海中心的漏水应该是从设备层开始渗进去的，设备层有安置清洁幕墙的吊车，可能是设备层排水出了问题。那60层怎么会发生呢？如果它设备层在50层，那60层不应该往上啊？我觉得奇怪啊。观点：记得王老师对孩子教育有其他的视频，非常认同。西方的绘本中孕育着中西方价值观，中国4大名著不是低龄孩子可以理解的内涵。是的，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阅读中国这些所谓的传统名著，不要看啊，不要看。还是让他看西方的吧，顺便把英文也学一下啊，当然也有中文，大量中文的啊，什么给小鸭子让路啊，这些都非常优秀，非常棒。一本绘本给小鸭子让路，那个绘本，我印象中花了3年时间，一个画家画一个绘本，才几十页的绘本，花了3年时间，拿了无数的奖。那就西方的一个画家。为小孩子画一本这样的书，花3年时间，所以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Alan Dunn， 谢谢。张涛，谢谢。JJ Max， 谢谢。请问高考上海卷是3代目在示威，上海仍然是我的天下吗？3代目是什么鬼？我不了解，对不起。姥姥王，谢谢。周立庚，谢谢。高文慧，谢谢。我现在每天都在看回播，今天终于赶上直播。王老师，你的分析非常的棒，我每天不看你的节目就觉得少了些什么。感谢王老师把我从共党的洗脑中拉了出来。我现在和单位的同事都谋公台挖台，都没有共同话题。他们认为党的领导完全正确无疑，他们真的是无可救药了。打卡北京。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请大家点赞，请大家检查你的订阅，好吗？谢谢。